大家好，我是再忙也要自己做饭吃里。上次带着大家看了兰姨家的麦田和豪哥家农场里的酵素，今儿要带着大家看看专供米其林餐厅的菜地和桃林，以及我们在桃林里一场特别的烧烤。豪哥把我们带去他家的菜地，4月末的蔬菜还在大棚里种植，金玉饶安农场的招牌赫然挂在大棚顶部。这里出产的蔬菜直供帝都段誉大厨旗下的金玉集团。要说品种不算特别，蒿子杆、生菜、菠菜、小葱什么的，但是这些蔬菜全部长在豪哥家用酵素养肥的地里，不仅生长期更长，而且因为土壤肥力自然，出产的风味也更自然。地里还剩几颗没收割的生菜，朋友说摘了一会儿吃烧烤。那些小小的绿苗不说还真不知道是蒿子杆，因为叶子还看不出长大后的形态。豪哥更是割了好多小葱，一会儿卷饼子用。我们吃烧烤的地方是在特供农场的另一块地，是一片桃林。这片桃林是另一位果农刘大生家里的果园。要说这果园也是命运多舛，桃园一大片空地上曾经是金玉集团签约拍照的桃林位置。据说这片桃林22年冬天先经历大雪降温，来个大面积冻伤，23年春天桃树大面积干枯，今年3月30号突然降温，大部分桃花都冻蔫了，没有做果，大片桃树只好移走废了，据说损失有300多万。不管这损失是怎么计算的，总之农民看天吃饭真的不容易，种了那么多年的桃树说没就没了。我问为啥不种点别的什么，说是不让，只能等到时候重新种上果树。我们跟着去看了大棚里的蟠桃树，大棚的蟠桃已经结果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出现在段誉大厨的餐厅里了。就算大棚的桃树也是使用酵素进行肥田和杀虫，所以也是安心水果。不知道是不是气候和土壤的因素，这里种蟠桃不种水蜜桃。外面自然种植的桃树比起大棚里的桃树至少慢了1个月，花儿还在呢。看着这些桃林，我突然想起魔都的农村桃林好像是养鸡的，这样既可以吃掉不少虫子，而且也可以多一份收入。当时倒是忘了问，为啥不养个鸡啥的。吃烧烤前，我们还看了空地上围着的猪圈。我头一次看到这么粗放的养猪方式，就是把猪围在一个长方形空间里，给点剩下的米其林特供蔬菜、玉米棒子什么的，猪就快乐的成长。刘大生说，这些猪的灵性比起密集圈养的猪要强多了，眼神都是活的。我问是不是跟野猪杂交的，回答说是。也有享受单间的，那是怀孕的母猪，怕伤了猪胎。母猪的警惕性比较高，身材很矫健，估计生出来的小猪应该也很活泛。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我们走到用餐的地方。用餐的场地就在桃林边上，大姐姐小哥哥正在准备我们的晚餐。一个有趣的蒸馏设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，好像说是用来蒸馏酒的，很古早的感觉。用餐的地方临时搭了个棚子，一长条的桌椅板凳。其实我们吃的比较简单，冷盘是当地买的一些卤猪头肉、香肠，还有跟灌肠很像的面粉冻。蔬菜是前面菜地里摘的小葱、蒿子杆和苜蓿。这里的苜蓿跟包邮区的草头不大一样，叶片更小的感觉。现烤的羊肉串用现烙的粗面饼子一卷，就是大家的愉快选择。我不吃羊肉，就卷了猪头肉、小葱和苜蓿，来点面酱，用面饼一卷，吃起来也很不错。我从来没吃过黑麦面饼，感觉香气不大一样，有杂粮的气息，很温暖，吃下去肠胃似乎更舒服。生苜蓿吃着有一点点清苦，但是搭着猪头肉倒也不错。我们还喝到用哈密番薯和山药一起煮的汤，非常温和浓稠，喝下去特别舒服。其实就是白水煮的，所以还是材料要好。这平时自己家里煮了喝也很不错的。我们非常感慨，这次访问的农家在当地算是非常小众的，能坚持用酵素管理农田，庄稼和果蔬会长得更慢，但是出品的味道要比市面上好很多。
但是市场上大多劣币驱逐良币，好蔬果的供求关系并不平衡。首先，连信息差都没法抹平，互相不大好找。从农场到餐桌是个复杂的问题，不是一次游历可以想明白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放心农场？不知道大家愿意为良心农产品支付什么样的价钱？7. 想知道我吃过的其他美食吗？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并且一键3连，等我更新哦。